我要着火了。这是一位化学操作员在经历辐射后的最真实感觉。可怕的是，他遇到的并不是普通的火灾，而是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临界事故。被这种射线辐射过的人体皮肤就会产生灼烧感，犹如浑身着火的错觉，想想就可怕。其实，在美国核发展的混乱时期，类似这样的致命事故还有很多，只不过大部分都鲜为人知罢了。而今天的这位主角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是因为40年后的一场诉讼。你能接受自己的亲人身体的各个部位被肢解，散落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实验室吗？更可恨的是，不查不知道，原来被迫参与这项秘密实验的受害者还有成百上千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它是美国原子武器的研究基地，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就诞生于此。然而，在1958年12月30日，这样的一个神级实验室却发生了致命的临界事故。塞西尔·凯利是一名38岁的化学操作员，他的工作内容是操作一个容量为1000升的大型不锈钢混合罐。虽然塞西尔没有受过专业的技术培训，但他从业已经11年之久，积累了大量的实操经验，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奉献给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所以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易如反掌，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能力。12月30日这一天，塞西尔像往常一样来到名为 DP Waste 的建筑群进行作业。这里是一个专门处理布的地方。在塞西尔负责的大型不锈钢混合罐当中，里面有从其他实验中残留下来的布239，他的任务就是从液体废料当中回收这种东西。不过这其中包括了许多复杂的步骤，因为布是一种固态的银色物质，一旦暴露于空气当中就会迅速失去光泽，而且它极易溶解在浓盐酸、氢碘酸和高氯酸以及其他酸中，所以将其回收并利用的过程极其复杂。当天该实验室只有塞西尔一个人，他也只需要完成常规操作即可。很快，塞西尔在短梯上通过观察口查看罐内的情况，突然间在搅拌器启动后的几秒内，一声闷响爆发出来，随后塞西尔整个人就往后倒，直接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原来是一个装有布的大型混合罐意外损坏，塞西尔在200微秒内就暴露于致命剂量的中子和伽马辐射中，他倒在地上疯狂地尖叫着，我着火了，全部都烧起来了。与此同时，在隔壁实验室工作的另外2名同事也亲眼目睹了一道蓝光闪过，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他们立刻跑去查看情况。当2名同事跑过去之后，发现塞西尔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自己打开了门走了出去，站在雪地里。同时满脸通红的他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很热，自己整个人就像在燃烧一样。其中1名同事关闭了混合器，另外1名同事则支撑着他走回房间，随后立刻脱掉了他的上衣，紧急洗澡。此时的塞西尔已经无法自主站立，同事抱着他尽可能的冲洗身体。大概在意外发生的5分钟之后，塞西尔渐渐失去了知觉。事发后约10分钟，护士赶到现场，发现塞西尔昏迷不醒，几乎没有脉搏了。他还注意到塞西尔的面色尤其红润，于是张罗着把他送往急诊室。其实面色红润根本就是急性辐射引起的红斑。从事发到惨死，塞西尔的临床症状一共经历了3个阶段，刚才的描述就属于第1阶段症状。在第2阶段当中，塞西尔处于半昏迷状态，语无伦次，时不时的呕吐，呼吸困难。由于缺少方向感，塞西尔甚至想在担架上走来走去。过度的躁动使得检查工作变得异常困难。后来他还经历了一阵腹泻，体温下降的厉害，所见之处的皮肤都呈紫红色，嘴唇发蓝，情况相当的危急。在事发后1小时40分钟，塞西尔的症状发展到了第3阶段。不过这时候有点回光返照的意思，塞西尔先是恢复了意识，经历了几次腹部痉挛、干呕之后，他稳定了下来，还能够正常交谈。整体上来看，他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根据血液样本显示，塞西尔总共受到了3600拉德的辐射，是成人致死量的7倍以上。医务人员只好准备杜冷丁和吗啡来缓解他的疼痛，但所有人都知道塞西尔的死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了。在大约6个小时之后，塞西尔的淋巴细胞开始消失，情况非常的不妙。12月31日，也就是事发后的第2天晚上，塞西尔的病症进入了最坏的阶段，腹部的疼痛变得难以控制，就算是吃了止疼药、打了镇静剂，对他来说都已经不起效了。静脉输液也时常被打断，塞西尔痛得大汗淋漓，脸色发青，脉搏忽强忽弱。终于在事发35小时之后，随着一阵剧烈的抽搐，他脸色苍白，出了好多汗，脉搏也极其不规律，最后死于心力衰竭。据了解，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发生任何涉及放射性物质的事故，都会成立一个辐射监测小组进行专门调查。塞西尔被送往急诊室后，这些调查人员就已经出动了，他们用辐射探测器对该设施进行检查。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如果有任何不混合物从混合罐中溢出，那就会检测到阿尔法辐射，可探测器毫无反应。于是调查小组开始着重搜寻伽马射线，果然在混合罐附近发现了每小时数十拉德的强伽马射线。只有大量的裂变产物才能产生如此强烈的伽马射线，再加上另外2名同事曾在一瞬间看到过一道蓝光，足以证明这是发生了临界事故。我们知道塞西尔负责的混合罐中包含了从其他实验和应用中剩余的残留钚239，以及水溶液当中的各种有机溶剂和酸，以便将其回收再利用。但奇怪的是，混合罐当中的钚浓度极高，难道罪魁祸首是塞西尔自己吗？为了搞清楚这一事故发生的原因，化学家罗伯特·南斯被指派回收罐当中剩余的钚。他认为，由于长时间暴露于辐射，罐当中的溶解剂会分解一部分，从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混合罐当中的钚会累积到一个较高的浓度。罗伯特推测，在事故发生前，至少有过2次将钚废料不正当转移到混合罐当中的操作，以至于事发时混合罐当中的钚浓度要高出近200倍。因为塞西尔是老员工，主管几乎就不会过问他的操作流程，所以也确实存在他简化流程的可能。据专业人士透露，这是一次极其复杂的事故，由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临界事故。首先，塞西尔当时是为了迎接年检而进行的年终清理工作，谁也没想到的是，只是简单的搅动工作就会酿成大祸。其次，该设施已经运行多年，一批又一批的钚在此被加工利用，每一次都残留一点，长年累月下来，混合罐当中的钚浓度才会如此之高，而周围的水溶液层又充当了中子反射器。总之，在事故发生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操作过程当中流失一部分的钚是正常的损失，所以并没有人会在意它们去了哪里，会不会留下什么隐患。而对于塞西尔本人来说，死亡并不是他最终的结局。由于工作性质，像他这样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每天都会和空气当中的钚微粒打交道，人们很好奇这究竟会对于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所以眼下塞西尔的尸体解剖工作成为了重中之重。然而这前前后后的所有事情，塞西尔的妻子多丽丝完全被蒙在鼓里，她连丈夫因辐射而死都不知道，更没有人会告诉她尸体会进行秘密实验。后来是实验室派人拜访了多丽丝，她才知道这一噩耗。不过对方承诺实验室会为她丈夫的死提供经济补偿，劝她不要去打官司。家里顶梁柱的突然离世，多丽丝陷入了无比的悲痛。她接下来要独自照顾2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才18个月。于是她接受了实验室的提议，不去起诉，还获得了实验室的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但是所谓的经济补偿也就仅此而已，实验室迟迟没有兑现承诺进行赔偿，而多丽丝在实验室的职位也聊胜于无，每个月拿着一份微薄的工资养活2个孩子，多丽丝的压力非常的大。而更加离谱的是，几十年过去了，在1993年，多丽丝才知道，在未经自己的同意下，实验室擅自取走了丈夫4公斤的人体组织，用于秘密实验。据她回忆，在事发后，多丽丝确实同意实验室进行尸检，后来尸检完毕后，丈夫的尸体被装在一个密封的棺材里面还给了她。当时多丽丝并未起疑心，直到后来报纸上刊登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一篇文章，里面公开了人体辐射实验的调查结果。多丽丝这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丈夫塞西尔的内脏器官、肌肉、骨骼等人体器官组织分别被运送到全国各地的不同实验室进行了秘密研究。妻子了解情况之后大发雷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这才出面承认，在塞西尔死后，实验室就开启了人体组织分析项目，但这一切都是符合规定的。对于每个样本，他都有一份签署的尸检同意书。可多丽丝不理解的是，当初自己同意尸检，仅仅是为了验尸查明死因，没有人告诉他后续还要摘取器官继续做实验，很难不让人怀疑他们是有意隐瞒，钻了空子。而更可怕的是，像塞西尔这样的受害者家庭还有很多，甚至达到了上千人。在法庭上面，当被问到是谁同意摘取他们器官和组织时，答案却是上帝允许的。最终在2002年，这场集体诉讼以950万美元和解了。看到死亡蓝光，其实大部分人心里都有数了，塞西尔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这起事故虽然算不上重大的核事故，但也让我们见识到谈核色变的原因。因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维护和清洁工作，都有可能造成致命的事故。但抛开事故不说，塞西尔的尸体被无情肢解并送去各种研究，甚至都没有告知家属详情才是重点，这谁受得了？虽说尸体肯定是有研究价值的，也有可能会为全人类做出一定的贡献，但这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权。虽然塞西尔已经死亡，他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尸体，但作为家属应该有权被告知，而不是遮遮掩掩。毕竟妻子已经签署了验尸许可，有什么话好好讲就是了，该出钱出点钱，这事就能过去。而实验室在怕什么呢？
真的是在怕家属讹钱吗？那实验报告为什么还要在许多年之后登报？到最后还闹了个臭名昭著，还赔了这么多钱，这真的值得吗？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这起事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